本来只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电动车过人行道，可是突然间窜出一台小米 SU7，直接把电动车连带打工人一起撞上了天。这是近期流传在网上的一段影片，已经发生了3天了。没有前天起火的热度高，也没有人去处理，更没有小米汽车光速的回应，更没有交警正式的通告。被雷军吹嘘的 AEB 主动刹车，在人行道前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估计是睡着了，也可能是没有达到特定的条件。作为一台0-100加速 2.8 秒的电车，在发布会上强调自己的 AEB 多么厉害，能在最大130千米每小时的车速下制动。这很难不给车主一种错觉，在城区道路根本就不用那么在意。城区会开到130吗？明显不会，那么肯定会主动制动的。但是这根本就是小米汽车的刻意宣传，在发布会上的一行小字上清晰地写着数据源于小米实验室。这不是说要合规，而是在真正出事的时候，小米用来推卸责任的。就像这次的车祸一样，在凌晨4点径直撞上路边的大树，树干被拦腰折断，再把路灯干撞断才停下来。SU7 车头直接撞报废，虽然壁柱坚挺，气囊第一时间弹出，车门也可以正常打开，司机没有受伤，但是依然是睡着了的 AEB 没有起任何作用。很多小米粉丝还是在吹嘘车身是多么的硬，车主安全等。但是如果撞到的不是树，而是人，那么估计连哭的机会都没有。开车的时候还是要远离大车。一辆特斯拉 Model Y 在等红灯的时候，一块巨大的水泥墩从大货车上脱落，重重地砸到了 Model Y 身上，车头整个被压扁。从体积上看就可以知道这个水泥墩有多重，所幸只是一脚压到了车头，如果特斯拉车主再往前一点点，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就现在的量产车里面，应该没有一辆车能顶得住。很多网友表示说，是特斯拉的一体化压住车身足够的硬才救了车主一命。个人而言，应该是运气的成分更大，跟车身的结构关系不大。但是就这样一个惊险刺激的影片，也没有被广泛的拿来宣传，比国产车的态度要好多了。有博主就对特斯拉进行了吐槽。这玩意儿确实，就这个毛坯房啥都没有啊，整个界面就一个大屏，没有任何按钮。为什么它能卖销量第一呢？连以前的挂档杆都省了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啥都没有，雨刮器什么都没有。这玩意这已经省到极致了，你上面一个按钮都没有。我靠，所有东西都在这里，挂档现在也在这里，你看。这样一推就是 D 档，往下一拉就是2档，中间 P 停车档。你想想这玩意儿为什么它会卖得那么好？啥都没有，它又没有彩电，又没有冰箱，又没有洗衣机，又没有马桶，它为什么卖得这么好？而且价格你说便宜吧，也不算便宜，20多米对不对？就有个氛围灯算科技点含量的。其他的连镀个的饰条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人家为什么卖得好？首先人家把料用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真的特斯拉底盘用料跟它的前后防撞梁确实非常的好。因为我出事故的时候我拆了之后看过知道吧，所以咱们很多车企它吧，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如何把配置堆起来，座椅加热，座椅通风。反正是有的，没有的都给你往车上面整。曹操就很简单，我就是造一个很实用的车，没有那么多电机系统，而且稳定性就会好一点。而且这个车用的电芯片是 AMD 的，懂的老铁都知道啊，电脑芯片跟手机芯片是两码事，因为我们很多车企还在用。手机芯片跟手机去抢芯片，手机芯片用时间长了都容易卡机死机，所以很多人工智能兄弟们暂时没成熟之前，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这些不靠谱的东西，因为可能你都没有后悔的机会啊，你就成了人家的试验品。人家确实车子可以再改进，但是生命没有第二次，所以你要买电车，你就考虑特斯拉。如果预算有限，10万块钱以内，你可以买辆小滴滴、小50也行，因为毕竟这些车型它的普遍率还是挺高的。你要花个大几十万，那有钱无所谓，纯粹当买个以前我们买的4驱赛车，对不对？奥迪双钻，对不对？那玩意无所谓，就2节电池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堆一堆豪华东西就卖你几十万，还信誓旦旦的说啊世界一流。我操，你到美国到德国就吹世界一流啊，人家保时捷都不敢吹世界一流，人家大众丰田都不敢吹世界一流，就你敢吹世界一流。特斯拉它敢吹世界一流吗？你哪家电池造电池技术没有它提供，没有它的专利，你造个锤子啊，还在世界领先，不要脸到极致。
长城汽车最近也是好起来了。长城老总魏建军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，自己的智能驾驶已经是第1名了，结果被网友一顿骂。我曾经看过您在媒体上，媒体对您的这个舆论对您的这句评价很那个。您说在一次见面会上，您说我们的蓝山上面的这个智驾，工程师们说是第1梯队，您说不是第1梯队，是第1。您当时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大家的反响哗然，说有人就说，那其他的，你像华为，他们研究了那么久，人都没说第1，你老魏就敢说第1，为什么呀？这是社会上对我们的一个偏见吧。实际上我们10年前就开始搞试驾，10年前我们就对这个智驾在国内评比我们就获奖。10年前获奖，但10年前说明不了10年后啊。是啊，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啊，我们一直没停过。所以说他们说那些什么新势力啊，10年前他们还没成立呢。华为在10年前还没做这个事儿，我们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实际上是比较深的。马斯克那么狂都不敢说第1，老于嘴那么大也只敢说遥遥领先。比亚迪都那么强了，说第1还得带一个梯队，叫第1梯队。大哥你倒好，把梯队直接去掉，你就是第1，你真好意思啊！智驾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你在做，人家都在搞，整个行业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，国家也在严格的管控，谁给你封的第1？你拿了什么第1？你是销量超过比亚迪拿了第1，还是你的增长率超过了吉利拿了第1，或者是你出口超过了奇瑞拿了第1？你递的什么1呢？你递的哪个1？你嘴上第1吗？你嘴上也不是第1呀！去年底23年底啊，国家才放了几个 L3级自动驾驶的测试牌照，这里头有比亚迪，有长安，甚至有奔驰，有宝马，没有你呀，大哥啊 ！L2级现在是普及了，但是 L3级风险极大，国家相当谨慎，不敢乱放。而且今年的6月份，国家又放了第1批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名单，有比亚迪，有蔚来，有长安，广汽、上汽、北汽、一汽都有，甚至还有宇通客车，也没有你呀，大哥啊！这哪儿都没有你，我就纳闷了 ，L3级还没有正式登场了，你怎么就公开宣布你是 L4级了呢？这国家手里的标准要求和进度，你自己说了算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大哥你说的第1，理由居然是你做得着，你是第1个做的，你就是第1。你去了一趟重庆，人家都还没去呢，你就是第1。举个例子啊，我没考上大学，我出去做买卖了，我同学呢考上大学，人家深造去了，等我赚到第1桶金的时候，他才刚上社会，之后人家也做买卖了，现在人家每年收入3000万，我每年收入100万。回学校做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大言不惭的说我是第1，因为我做买卖做得早。大哥还有这么玩的？争强好胜那是性格，那也没办法。但是作为这么大的老板，公开场合说话，咱怎么着也得打个草稿过脑吧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叫信息茧房，这2天他们在炒这个，真的，大哥，我建议你啊，有时间再看一遍那个《皇帝的新装》，再或者你抽点时间看一看刘老根那部电视剧，你看一下龙泉山庄是因为什么黄的。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里头有一个小片段啊，康熙喝了一次吓人的茶，这味儿真好。然后呢，说自己平时喝的茶，水是沸水，茶是树叶子。他说，虽然我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但是别人想给我吃什么喝什么，我就不得不吃什么喝什么。大哥，真的适当的清君侧吧啊！同时，我劝你别出来说话了，你真说不了话，把嘴闭上，花点大钱，请几位真正能干实事的牛逼经理人吧。最近公布的2024年上半年车企单车利润榜单，直接把国内造车新势力和旧势力的底库给扒光了。从榜单上看，每卖一台法拉利，他们厂家赚70万，净赚70万。那你知道每卖一台蔚来厂家又赚多少吗？13万，记住不是赚，是血亏13万。每卖一台亏13万，蔚来搞了快10年，汽车不仅1分钱没挣着，还净赔了800多亿，开创了我们汽车行业扶贫式销售的先河。问题是都这样赔钱了，为什么李斌他们还在坚持还不放手？这是因为汽车行业它能撬动的资源太多了 ，GDP、上下游产业、就业、税收、品牌效应等等各种都能带起来。而且车企一旦挣钱，那真是财源滚滚，几辈子都花不完。比如比亚迪去年1年就纯赚300亿，那300亿是什么概念？换算成重量就是345吨。码在一起就是358立方米，但这也不算多。特斯拉、奔驰去年直接挣了上千亿，最疯狂的是丰田，去年1年净赚2189亿元人民币。而要论单纯挣钱能力，丰田也好，奔驰也罢，特斯拉也好，都比不过谁呢？比不过法拉利。法拉利刚说了，卖一台净赚70万，这是真的是卖得高。一台法拉利的净利润，特斯拉要卖12台，奔驰要卖15台，而比亚迪要卖70台。去年国内单纯净利润最高的是谁呢？理想每卖一台净赚3万，是老大哥比亚迪的3倍多。他们靠着超高的利润率，一年净赚了118亿，着实让一同起跑的蔚来分外眼红。
多说一句，李斌和理想南北二李，一个北大毕业，一个高中毕业，一个玩一车网，一个玩汽车之家。当年李斌玩网站玩流量，就没玩过理想，现在做汽车还是干不过北大高材生，愣是被一高中生给压着，让我想起三国小乔的老公周郎既生瑜何生亮。不过李斌今年上半年心里估计好受一些。2个原因，一，因为今年上半年理想的利润也接近腰斩；第二个呢，未来虽然还在亏，但亏的少了。你想，去年同期他们挣了30个亿，而今年上半年只挣16个亿，每卖一台的利润也从3万下滑到不到9000块钱。那上半年呢，挣钱最狠的国内车企换成了吉利和长城这2大老牌车企。吉利半年纯赚106亿，每卖一台车厂家净赚1.1万。长城汽车上半年净赚70亿，每卖一台车厂家净赚12000多。而老大比亚迪刨掉手机业务的利润之后，算下来他们的单车利润大概在6000多。至于蔚来嘛，半年又亏了100多个亿，算下来呢，每卖一台车还是要亏11万。虽然比去年少一点，但是还是亏10多万，继续扶贫是卖出，继续这么扶贫，继续这么放血，未来不知道还能挺多久。电车你随便修一下，那就等于是油车你大修发动机的费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外边的修理部99%的修理部他不会修电车，你只能去4S店修，大几千轻轻松松给你修出来。油车的话，你换个发动机也用不了这么多钱。咱们随便拿出来一个20多万的车，空调泵随便修一下，有可能花个100多。你换个拆车空调泵就是几百块钱，但是这个空调泵你就是特斯拉的电车里边零件算是够便宜的了，但是特斯拉的空调泵它都他妈卖1万多。空调坏了导致空调里边管道脏了，得他妈2、3万修，外边修理部不会修，这些修理部都是修油车的，电车不会修。第二个比较大的费用是保险。为什么买个20出头的特斯拉或者是别的品牌的电车，保险得8000多甚至9000多？为什么我买个20万出头的特斯拉 Model 3，还有别的20万出头的车，保险要8000、9000甚至1万？油车20万出头的就3000块钱，你买个50万的奔驰 E， 保险也就4000多。有一台小鹏撞坏了前杠的一边一颗激光雷达，8000块钱4S店报价。这种刮蹭要是放在油车上，前杠钣金喷漆300块钱，就是你去4S店前杠钣金喷漆也就是600到800。请看这一条，我吃到饭再开好了，现在就不能动了，就是2下就没。当然这个轴承换一下要7万块钱左右。一根轴承怎么会这么贵啊？它连支点一起嘛，它不能这个轴承不能单个换，只能换总成是吧？总的支点都一起换掉。您这个车当时买的是多少钱啊？8万多块钱就。我还有1年的那个换个轴承要7万，这个轴承不能单个换。17万5买的车换个电池17万4，这个就是电车的车损费用。咱们现在来说一下最大的开销，这个贬值问题。现在市面上最牛逼的电车就是特斯拉 Model Y， 3年赔10万块钱。Model Y 光这一款车1年卖40多万台，将近50万台。销量榜的榜1每个月都是 Model Y。理想 L7 现在牛逼不？1年赔10万块钱。理想 L9 牛逼不？1年赔15万。这是二手车啊。小米Q7 21万5900，现在的收车行情16到17。腾势 D9 这款商务车也非常的火，1年是赔10万到15万之间吧，看车况，看你跑的公里数大不大。还有一款叫理想 Mega 车呢，就是1年1个月，1年给你赔没个小米Q7 20左右吧。就这个电车赔的属实是有点多。据说 Model Y 2025年年初这个自动驾驶就要落地了，那个时候又会淘汰很多的电车。8月份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跌10.7%，同时好的一点是汽车出口量达到51.1万辆，同比增长25%点。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，可以说是内需已死，唯一的机会来自出口。即便是在上半年强力的政策刺激之下，即便是报废置换升级的补贴涨到了2万块钱，国内汽车总的销量还是下跌的，唯一的机会只剩下了出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哪些车企真的是在做出口。还有一点需要重视的是，真正要做出口的情况下，海外对燃油车的需求量是超过电动汽车的，不单单是因为现在的贸易战的问题，也不单单是因为互加关税的问题，更多的还是因为海外用车的燃油成本要比用电的成本高不了多少，甚至于说在海外对于电车的需求量并不是那么的强烈。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问题，国内那些过剩的汽车产能卖给谁去？有人说新能源会在下半年呈现崩盘的情况，估计到时候又会是一片哀嚎了。今天送外卖来这个地方，全国只有沈阳有。我后面这排楼，男性被家庭暴力庇护中心，干啥的呢？就是结完婚了，两口子打架，男的让人打得哇哇哭啊，没地方待了，那鼻青脸肿能上朋友家吗？来这儿庇护你一段时间，啥时候等你媳妇气儿消了之后，
过来签一个不再家暴的那个协议啊，就不削你了，完了就能给你领家去了。还东北老爷们儿露脸。